12生肖鲁班锁里最难拼的应该就是这个蛇了，它的每个关节看起来相同却又不同，一个拼错都会导致最后无法完成。鲁班锁又叫孔明锁，据说是鲁班为了测试儿子智商发明。他依托传统建筑中的榫卯技术，不用钉子和绳子，就可以将杂乱无章的木块拼成牢固的整体。而这款12生肖鲁班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，有独辟蹊径，将鲁班锁做成了精美的艺术品，既可以锻炼孩子的动手动脑能力、空间想象力、逻辑思维和专注力，还可以当作艺术摆件观赏，感受古人不平凡的智慧。最后能否来点掌声呢？ OK。哎，我刚不是说让聪明人3秒就能取出圆环，脑筋转不过弯的人，给他几万年也做不到。这是一道从古流传至今的思维考验题，名为树枝取环。要是选择朝上拽取，显然口径不够大，圆环无法绕过顶部树枝，那么转换方向，反其道而行之。圆环虽能绕着走一圈，但树枝再次成为阻碍，即便拥有项羽般的蛮力，对他也毫无办法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调换思路，先把绳子摘下，圆环自然而然的不就能取下来了吗？可拿起绳子往外拉时，因红绳太短，还是一样无法取出，真是一步一个坎，到处是陷阱呀。许多人费尽心机，却始终找不到出口在哪里，认为除非剪断绳子，不然不可能取出来。如果真把绳子剪断，那这个谜题也就失去了它的挑战性。那要如何取呢？可否动动你发财的小手手，给我点个免费的小赞吧，你的支持是对我最大的鼓励。接下来我正确演示一遍，当圆环沿着红绳走到交叉轨道这里时，不走寻常路，从红绳的中间捏住圆环，这样圆环就因空间错位成功绕出来了，顺利取下。此处应该有掌声。正常速度表演是这样，放慢2000倍后是这样的。你看，这是一个不可能存在的物体，它完全不合常理。这是一张纸，通过某种折叠方式，最终形成了这个巨大的翅膀。但如果你仔细看，会发现这个翅膀明显太大了，不可能从这一侧折出来，这一侧被剪去了2部分。你盯着它看越久，越觉得不可思议。这只是一张完整的纸，没有用胶水，没有用胶带，只有一些剪裁和折叠。让我告诉你其中的秘密，你需要准备一张完整的纸，然后准备一把剪刀，然后在纸张的正中间用剪刀剪一道口子，但是不要剪过中间的折痕。接下来在纸张的上方再剪2个口子。最关键的一步来了，怎么才能让纸张达到神奇的效果呢？双手拿着纸张，左手保持不动，右手往后翻转180度，就可以创造这个不可能的物体了。没有人会知道你怎么做到的，好好享受，去惊艳你的朋友吧。1、2、3，放松哈，洪女士放松。来，瓶盖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接下来呢，我将瓶盖穿越手掌，你相信吗？不相信是吧？来，如果搞定的话，你就跟我走哈；如果搞不定，我就跟你走。来，瓶盖放进去，把它给拿在左手，注意看，1、2、3。哇，怎么搞的？这个牛不牛？瓶盖如何穿越手掌呢？直接教学，瓶盖放进去，盯着看，把它拿在左手，注意看了，接下来3、2，直接穿越啊。那么这个魔术呢，底部是没有动的哈，直接穿越，也可以穿手掌。接下来直接教学，首先准备一个普通杯盖，一个普通杯子，还需要用到这个最关键的魔术戒指，看到没有？它带有很强磁力，甩都甩不掉。接下来把它随便戴在任何手指头就可以了，然后把瓶盖放进杯子里面，把它给倒在左手，注意看了，这个时候呢，倒的同时我们要把戒指靠近杯子，这个时候观众就以为真的倒过来了，其实并没有哦。
被戒指吸住了，从这边角度观众是看不到的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只需要把戒指靠近杯子，它就感觉就拿过来一样，其实并没有然后把杯子放在手掌或者是放在桌子上，拍的同时把戒指移开，就有一种穿越的效果了。而且它还可以这么玩，放进去，接下来注意看，拿在左手，3、2、1，瞬间穿越凳子。有了它，你也可以给你的小朋友露一手可以穿越手掌，穿越这个杯子都可以，非常好玩。喜欢这个戒指的可以去冲一冲，你学会了吗？好的，朋友们，如何让一个桌子悬浮在空中的？接下来直接给大家详细教学。注意看，这里有个鸡蛋，我们把它给拿起来，给它盖上去。接下来呢，注意看，慢慢的，它会自己飞起来。打开，它竟然没有任何问题。怎么做到的？直接教学这个鸡蛋呢，其实是一个普通的鸡蛋，还需要准备一条丝巾。除了这2样，准备这个关键的，这个是一个钢丝不管是凳子还是桌子，都是有这个钢丝才能飞起来的。然后呢，把这个盖上去之后呢，我们用大拇指跟食指捏住钢丝这边，然后呢，给到观众交代不能看到钢丝，盖上去，把钢丝提起来，它就像自己飞起来一样。那么打开，它自然没有任何问题，非常有意思你学会了吗？据说这就是连科学都无法解释的一个神奇的反自然现象。你能把这个小三角形也放进这幅拼图里面吗？一开始观察拼图满满当当，似乎毫无空隙，这好像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别慌，咱们先把拼图块一股脑倒出来，人为腾出些空间再动手拼回去。2块同样大小的三角形先放在拼图上方，左下角跟右下角刚好可以放小三角形，左边这里放入梯形，位置刚刚好。不过要是这时候急着先拼梯形，就会发现大三角形根本放不进去。但只要我们调换一下梯形的位置，大三角形就能顺利就位，但小三角形还是没地方可放。其实这里面藏着中国古代的出入相补原理，我们保证在用到每一块拼图的前提下，尽量让它们彼此紧密贴合，缝隙越小越好。这出入相补原理是三国时魏国数学家刘辉提出来的。现在小学数学里的整数运算、平面几何面积运算常常会用到，所以让孩子多玩玩拼图玩具，对锻炼数学能力会有益处。我们依照原理把拼图块重新归位后，恰好空出的那点小空间，完美放入小三角形。可以来点掌声吗？中不中？中。中不中？中。就把这个球搁出来，就进过来了。你感觉进这个弯来了？你感觉进这个弯来了？这个呀，好，咱一个一个来你说这个我叫他回来。那可能老表说了，那在这个我也叫他回到这边来，这就叫魔法加魔术。如果不相信，第二天过来他就回来了。这就是古典戏法三线归动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刚刚的小红球如何在碗里面变来变去的，直接教学我用3个鸡蛋，2个空碗教学一下。首先把这个鸡蛋扣起来，这个也扣起来，一边一个没问题吧？注意看了来2个确实没有问题。最重要的是这个，把它给放在手里面，注意看，握在手里面过去，你看，其实呢它并没有在这边，也并没有在这边，在左手。这个时候如果说它在这里，你就跟观众说过去，你看它打开就没有了，它跑过来了，然后把手里面的这个扣上去，你再让它过去，这边自然就是1个，这边就是2个，你学会了吗？